厄瓜多尔的交警如果遇到交警拦路，首先确定自己是否违反了交通规则。厄瓜多尔要求车辆的前排和后排都要系安全带，所以当交警盘问你的时候，不要急着把安全带解开，这是一个坑。你解开了安全带，交警就会把视频录下来，说你没有系安全带，你违章了，要罚很多钱，然后向你索要$20左右，就不给你开罚单了。这个钱就是他们的好处费。这种事情的处理方法就是先确认自己有没有违规，如果确实没有违规，但是交警仍然想讹钱的情况，可以给他录个视频，因为他讹别人的时候自己也很心虚，虽然他会因为害怕而要求你删掉视频，但同时他也不会再和你要钱了。也可以跟他表示你对他做出的处理不理解，你要联系我们的使领馆，不管我们的使领馆是否会出面，如果你没违章的情况下，当地交警是不愿意给自己找麻烦的，他不知道使领馆会不会出面，会不会对他造成影响，没必要冒险，就不要钱了。如果碰上死磕的交警非要钱，那我们一定要索要凭证。对于当地行政部门的人，他们还是要遵纪守法的。我之前说的没有办法强制执行，是因为很多抢劫或者骗子，他们本身就没有钱，所以无法强制执行。而交警是属于他们的公职人员，他们是有条件的。这件事是我自己的亲身经历，在基多去瓜亚基尔的路上，交警拦车检查，然后我们就都解开了安全带，想要下车理论，然后他录下了我们没有带安全带的视频，并且他们害怕人多一起下车，只允许司机一个人下车。而处理方法是我们在瓜亚基尔去昆卡的路上想到的。一个交通警察拦住我们说要罚钱，说瓜亚基和别的城市不一样，普通的轿车只能坐4个人，我们超载了。我决定不再忍让，助长蛀虫的欲望。坐在后排的我用手机录下了他和司机的画面，其实听不清声音，但是他反应特别激烈，要求我删除视频，不再罚我们钱，又改口说拦下我们只是好奇，我们是中国人，想跟我们聊会儿，但是我们不能随便拍摄他们。理由是多么的牵强。高速上拦车只是想给你讲一个笑话，我觉得这本身就是一个笑话。之后我又打电话给大使馆，大使馆说如果对方人多，我们就先把钱给他，保证自己的人身安全，留下证据他们会来处理的。个人理解，当地的蛀虫是软体的，如果你没有违规并且不主动贿赂，他们不敢强硬的索贿。另一件事也是发生在这场旅行当中，我们使用一个叫爱彼迎的网站，是一个很出名的网站，类似国内的飞猪或者去哪网，可以在上面预定住宿的地方。而这边预定的住宿一般都是公寓，在你付款之前一定要详细阅读是否可以退款，还有就是几个人入住要如实填写，哪怕你预定的公寓有足够多的房间，他们也会因为你实际人数比你填写的人数多而拒绝你入住，并且大多数不给退钱。